中脘穴在腹部正中线上方，胸口下端及肚脐连接处的中点处。你看这25岁的高级按摩师确实有点本事。看见那双手没？不知被多少男人惦记的。今日午间，本市首富柳正辉宣布，将送给年仅18岁的独女柳青妍一家糖果厂，当做生日礼物。柳正辉声称自己女儿非常喜欢该厂的糖果，才愿意出钱收购濒临破产的夏家糖果厂。骗子！我们家的糖果厂明明经营得很好，没有破产。坏事，杀了我的爸爸、妈妈、哥哥，还抢走我们家的糖果厂。我要上你们血债血偿。柳青妍，柳氏集团千金，害我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江晨瑞，13岁考上清北大学，21岁考上博士，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子，却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子。江老爷子偏心长子，所以把他入赘柳家换取利益，而他是我复仇的开始。按压中脘穴时会有酸痛感，胃不好的人可以找按。自从入赘柳家后，江晨瑞遭到全方位的监控，不被允许和柳青妍以外的女人有任何接触。对于正值盛年的他来说，急需一个宣泄口。I'm good, how are you? Never better, I'm in inside. I'm Houdini and shy. 鱼上钩了。你去哪儿了？让你拿个文件，怎么磨磨蹭蹭的？我马上来了。
Walking up alone and cold 내 외침을 던져 헤어날 수 없는 빛 주로부터 숨겨江先生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江先生刚才都看见了，你蹲在休息室门外，你看得一清二楚。在柳小姐身边压抑这么久，难道想不想放纵一次？难道你就不想放纵一次？不知廉耻的东西，离我远一点！如果你没有心动，又怎么会恼羞成怒？不过就是不甘心臣服于我，被我牵着鼻子走。我会让你突破底线。都说了我要去商场勘察，为商场的负责权做准备，你还敢耽误时间？再有下次就滚回江家去！等等，刘小姐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您和江先生的夫妻生活并不和谐。我可以帮你按摩解决。你拒绝了那么多名媛贵妇的邀请，为什么主动向我送名片？我也不是什么人都按摩的，只有柳小姐您这样的，才值得我心甘情愿的为您服务啊。你猜的没错，有需要我会联系你的。在这份见面礼，您一定会喜欢的。香薰，搞什么名堂？江先生，怎么突然？今晚表现不错，允许你明天陪我去吃饭，在我爸和你爸面前好好表现一下，争取拿下商场负责人的位置。好。母亲出身中医世家，精通按摩和调香，她留下的心得和笔记不会有错。今晚的柳青言一定很享受。柳青言表面上是受宠的柳家独女，
但刘老爷子偏心被保护起来的私生子，他手上没有公司实权，所以他想拿下商场项目，做出点成绩，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而这个商场有柳家和江家共同建，两家老爷有个共同爱好，就是喜欢身材射懒、会按摩的漂亮女人。明晚7点，天香阁顶层包房，我爸和江老爷子都会到场。只要你通过考验，就能当我的私人按摩师。刘小姐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虽说旭阳商场当初是2家联手建立，但玉晨一直在跟进这个项目。等商场开业后，我想交给玉晨管理。他比我年轻，一个人管不了那么多。依我看，还是让青岩、程瑞和他一起负责，比较稳妥些。可是柳伯父，弟妹如果真的重视这个项目，约定视察商场的时间为什么要迟到？什么？这蠢货，连视察商场这点小事都办不到，还能做什么？爸，这不怪我，都怪你这个蠢货耽误时间，害我没学。又不会了。昨天出了点情况才会迟到，不过这次我请了一位贵客，相信等商场开业，他的店一定能成为商场的招牌。贵客。刘老爷、江老爷、江大少，我是柳小姐请的按摩师孟青兰。刘小姐今天如此光彩照人，想必昨天已经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。算你有本事。爸，江伯父，孟青兰擅长按摩，让她跟你们聊聊。哦，孟小姐都会怎么按摩呀？指尖探穴，采阴补阳，我会的可多了。二位伯父要是有空，欢迎随时来我的按摩店按摩。好，好，一定去。江大少爷来一杯。当然，孟小姐可比这酒醉人多，有机会我也去你按摩店体验体验。倒冰，欢迎。看见我转投他人怀抱，滋味如何？今天这个生意做的真是不错啊！我们应该去经验是不是？哼，这就把他们迷得不知东南西北了。商场项目的负责权稳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下洗手间。不好意思。弟妹，你给商场请的这个招牌算是请对了，连我开始喜欢上阿木。那商场的负责权，好说好说。昨天还在勾引我，今天就在2个老男人和我大哥面前笑那么开心，还真是饥不择食。老男人怎么了？一个是江家家主，一个是柳家家主，就连你大哥都是公司未来的继承人，哪个不比你强？
至于其他方面，想撇平一下。孟青兰，我警告你，不管你怎么激怒我、勾引我，我都不可能背叛我老婆。你对柳青言的忠诚不是爱，而是想借他的势力复仇江家，然后再铲除柳家这个让你觉得耻辱的存在。我不信。如果我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老公，老公，我老婆叫我了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老公。I see it in your eyes, taste your lips. Your lips, they got me feeling off lips. 你老婆还在外面。不想照片出现在柳青言手机上，毁了你用这具身份的复仇计划。交给我做。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不择手段的女人。谢谢夸奖。合作吗？跟你合作有什么好处啊？我能帮你得到江江，还有对付势力更大的柳家。那我，你比我更清楚，谁是你继承江氏集团最大的绊脚石。老公，老公，听得见吗？你该出去了。你看见我老公了吗？没看见，江先生估计走不远，应该很快就能回来。柳小姐，两家长辈都在包间，我们快回去吧。江玉晨，阿强，帮我弄包药，药5秒见效，只要江玉晨吃了。大哥，这是酒店特色菜，尝尝。5、4、3、2、1。江玉成昏倒住院，没了竞争对手，商场的负责权肯定归我。你去医院盯着，江玉成有任何情况及时跟我汇报，我可不想刚到手的负责权就被抢回去。好的，柳小姐。奇怪，饭店饭菜已经检验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医生说，应该是先天性心脏病复发引起的昏厥。特意准备的药，连孟庆兰都不知情，怎么可能让你们查出问题？公司的事你不用插手，好好在医院照顾你大哥。你大哥要是有3长2短，我拿你是。
大哥抢救5个小时才做手术时，你说要不要让他再也醒不过来呀？你说我们要不要让他再醒不过来？你离我远点儿，我可不陪你做违法犯罪的事。这就害怕了。前几天你勾引我的时候，胆子怎么那么大？等报完仇，我还要好好活下去，会沾上人命的，只有你一人。开个玩笑，别气了。老头60大寿快到了，我担心他把董事长的位置交给大哥。所以你想个办法，让柳青燕别来医院捣乱，然后晚上来医院陪我。有话快说，我还要回家。刘小姐，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和江先生一夜春宵后，您的状态可是变得格外好？记得，怎么了？这江先生毕竟年纪大了，效果肯定是不如20出头的少年的。自我介绍一下，20岁，健身教练。我小姐，尝尝。这事儿要是被我老公发现，去找我爸告密，袁老爷在国外不必担心。这要是江先生问起来，我就说柳小姐来我们店里视察的，绝不会让江先生进我们按摩店半年。那就听你的，尝尝。刘小姐，我们也略懂一些按摩技巧，知道怎么用胶原蛋白给您补身体。那你们就好好玩吧，我该去找你老公。讨厌。好吧，大哥，醒了就好好看着，我怎么想你看上了你。你说，侯大哥，你选谁？当然是选你啊！一个浑身是病的家伙，怎么能让我快乐呢？小姐，大哥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医生，医生！江少爷已抢救过来了，辛苦你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江玉成已经死了。你为什么要叫医生？当然是因为我不想成为共犯。对不起，我实在太害怕出人命了，不是故意害你的。入赘柳家后，一直被柳青燕当佣人使唤，所以我猜你无法拒绝施术。别哭了，别被护士看出什么。大哥短时间醒不过来，我尽快接管公司就是了。江承瑞在江家忍辱负重多年，性情多疑，和他一起做事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
我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大哥这样，该怎么和老头解释？杨正瑞，你竟还恼恨你哥！你竟敢对你哥下手！爸，我一直遵照你的吩咐在医院照顾大哥，我没有害他。你没害他，人怎么会再抢救？你嫉妒你大哥能进公司管理层，怀恨在心，正在找机会谋害他。刚才孟青兰也在病房，他就是我的证人。你，江总，我知道江大少病重，您很伤心，但您别气坏了身体啊。不如我陪你去走廊消消气。哼！糖果厂上半年收入破亿，你让我赚了很多钱。雨辰，你可是大功臣呐！国父过奖了，我当初只是介意你斩草除根，再用女儿喜欢的糖果当借口。你让我获得了很好的名声，可谓是名利双收。老姜，还有你，也帮了我不少忙哟。当年夏家所在别墅区是江氏财产，帮你灭掉夏家，举手之劳。何况糖果厂收益平分，合作共赢罢了。江玉成已经付出了代价，下一个就是你，江伯父。气大伤身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以后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，欢迎随时来我的按摩店找我按摩。我得去看赵玉成换病房，有需要我会联系你。江伯父慢走。以后都没有人跟你争家产，怎么还不开心？孟青兰，你可以用别的方式解决我爸，但你不能勾引他。你可以，你爸凭什么不可以？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又不是上下级。我想听你的就听，别逼我把这视频发给你。你，与其在这命令我，不如把时间和力气留给你爸。在老东西手上抢饭吃，可不容易，可别让我失望。你趁他死了再条心吧。就算你哥不在，总经理的位置也捞不到你这个野种来做。可别让我失望。就算我是野种，我身上流着你的血。你不让进公司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，也拦不住我。你要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活回来！给我回来！不怪你这个野种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以后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，欢迎随时来我的按摩店找我按摩。看来要去一趟了。不是让你在医院看着江玉成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刘小姐，江玉成突然病情加重，成了植物人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这样江家就只剩下陈瑞一个继承人了。等他只管江家，一定能帮我除掉我爸那个私生子。那就恭喜刘小姐心想事成了。我要去商场视察，江家有什么新的变动，及时通知我。好。最新消息，江大少爷变成植物人后，有人听到江氏集团董事长办公室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江承瑞，做得好。
江伯川，年轻时遭遇车祸，腰部被撞伤，一旦情绪激动就会旧疾复返，必须进行治疗。之后，江董事长疑似旧疾复发，在护送下离开公司。新的客人要来了，我得去准备一下。江伯父，江伯父，江伯父，按摩需要去里面的按摩间，您请。江伯父，您先过去躺一会儿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好。这个就是治失眠的，如果加进香薰里，会立刻缓解腰痛。哇，这么神奇！啊，时间长了身体会垮掉。泡水喝下去会立刻昏迷，需特殊处理。江伯父，您先喝杯水。老东西搞定了。你要找的料是什么样？中等大小，上面刻了江家的江字。找到了。秋花，秋花，秋花，沈秋花，江伯川的亡妻，对去世的妻子念念不忘，这倒是个能利用的好机会。穆青来，你那边怎么了？钥匙找到了，你过来拿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江伯父这就忘记了。年轻就是好啊，看按完摩就起效了。只要江伯父愿意，欢迎随时来找我按摩。我们一起来探讨按摩技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江伯父，您慢走。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在这里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开保险箱，拿文件顶替张玉成在公司的位置。等老婆反应过来，已经晚了。不过，他始终是个威胁，要尽快让他退居二线。那得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啊。你们在干什么？
得想留在我身边做事，原来是为了勾引我老公。我今天非打死你个贱人不可！刘小姐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两个身体都快粘到一块了，还能有什么误会？江先生是觉得自己能力不足，让您宁愿在外面工作都不愿意回家，所以特地过来跟我讨教夫妻生活技巧。还真是这么问你的。柳小姐回家可以体验一下，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走，跟我回家。你刚才和我老婆说什么了？内容不重要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晚上记得主动点，多吃点海马、鹿肉。让我想想还有什么。孟秦岚，我不需要补肾，我现在可没空搭理你。秋花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。可是我一点都不像沈小花。今天的按摩怎么有其他人？江伯父，这可是我特地为您准备的。您看，他跟您的亡妻像吗？像，太像了。他不光是年纪跟长相像您亡妻。您这的客人要求高，我怕是只能打扫卫生吧。别紧张，我会慢慢教你。事成之后，酬劳500万。其他地方更像，你要体会一下吗？以后不许再说了。听闻女王亲身上闻了一朵极美的花，不知我这朵和她比起来，谁的更美？当然要看了才知道嘛。那靠近些才看得更清楚。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爸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还是对你的亡妻念念不忘啊！通知你一下，我已经顶替了大哥的职位。什么？你大哥还在昏迷，你怎么敢动他的东西？大哥昏迷，您最是梦死温柔乡。这公司总得需要人来管，我这在替您分忧，您该高兴才是。那也轮不到你这个逆子！江老爷子小心！你个不孝子！爸，你沈相骂我的力气还能多活几天。要是你没了，江氏集团就是我的了。你收起你的心思吧，我还死不了。三伯父，回去多跟你爸吵架。吵得他腰酸背痛、心烦意乱，成为按摩店的常客为止。你和我爸到底什么仇？当年夏家所在别墅区是江氏财产，帮你灭掉夏家，举手之劳。何况糖果厂收益平分，合作共赢罢了。当然是灭门之仇，什么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帮你得到江家。但我也是在帮你，既然帮了你，那总要付出点利息。今天一定要得到。你老婆马上就来了，今天还要继续吗？你故意的。你老婆半个小时前发的消息，是半个小时后就到，再不走，后果自负。江承瑞在公司的地位不稳，江伯川还健在，他不能失去柳家这个后台，所以他必须走。最近柳青言总往你的按摩店跑干什么？不急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哎，回去别忘了我交代你任务。知道了。时不时给点甜头就够了。要真让江承瑞得到我，还怎么吊着他帮我做事？
江成瑞，你想把我气死吗？临死之前先把股权转让书给签了，万一再冒出什么私生子或正一下怎么办？你这个逆子！大少爷成植物人后，董事长和二少爷天天吵架，总也消停过。不过每次董事长吵完架，都会去按摩店放松。有时间我也想体会一下，让董事长念念不忘的地方。爸，别怪我没提醒过你，你天天去按摩店，小心被榨干净，死床上。这个逆子竟然敢咒我死，老子身强力壮，还死不了。你丈夫和孩子都死在江流两家的联合工地上，如果你想要报仇，必须迈出这一步。这还差不多。像江步川这种上了年纪的老男人，都有个共同特点，喜欢别人夸他们身材好。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您吗？孟小姐说过，您宝刀未老，和20多岁年轻人没区别。这话我爱听。下周60大寿，我想娶你进门。什么？到时候你给程玉生个弟弟，断了他想从我手里抢公司的念头。老爷子，您老当益壮，一个怎么够啊？你可比那逆子顺心多了。把60大寿交给江成瑞。不如这样，您把60大寿交给二少爷去办，他有事情做，就不会找您麻烦了。就听你的，放心，等你生了孩子，把我照顾好，江家的钱随便你花。瑟瑟头上一把刀，等你享受够了，就该引入仇。公司最近忙，你让老婆把60大寿交给别人来办。装装样子就行了，也没让你真办。对了，到时候把所有能叫的宾客和媒体都喊到酒店来，我要让他名誉扫地。你不想让他死，却想让他名誉扫地。判他死刑是法官该做的事。当年糖果厂被收购后，被造谣虐待工人、克扣工资，此事肯定和江步川有关。我要以牙还牙。准备好了。我爸今天回国，所以来晚了。几天不见，有没有想我？当然想。柳青言，你知道内情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的新婚女来说不是好事吗？省得天天纠缠你。你下次行动能不能商量？谁？看是谁这么大胆，竟然敢偷窥！柳小姐，我刚刚在里面帮你整理房间。搞得神神秘秘的。知道你要来，当面好好招待，算你识趣。那柳小姐您请。你和我的纠缠不清，你老婆找别的男人，你还不高兴？不要因为情绪影响我们的计划。当然不会。老头60大寿那天，我会请所有的上层人士和知名媒体，剩下的就交给我。江老爷子，我今天准备了你喜欢的那件红色。还是你懂我，但今天要快点，我们结束了还得下来出席寿宴，不能让那些宾客等久了。好，天这么晴，我60大寿这天可真是个好日子。哈哈哈，走。确实是个身败名裂的好日子。今天我不可能再睡午觉，一定好好看看。讨厌。各位里面请。不愧是江老爷子，60大寿的寿宴这么大的排场，还请了这么多记者。你好，请问几位有预约吗？我们是过来参加江老爷子寿宴的，带我们进去吧。江老爷子寿宴不在我们酒店，几位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是江二少亲自跟我说带宾客过来的，怎么可能会错呢？是这样的，我们酒店最近确实没有举办什么大型的宴会活动，我们也没有必要骗各位。
江二少，你让人带我们来参加江老爷子的寿宴，但酒店却说没有宴席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什么情况？是啊，江先生，我看江老爷子的车在外面，我才带宾客过来的。各位稍安勿躁，这其实就是个误会。误会什么误会？江二少，你今天要是不跟我们解释清楚，我们就上去找江老爷子要个说法。这事都怪我，忙着工作，通知完你们就忘了定位置了。你拼个鬼哦！订酒席还会忘记时间？我在隔壁餐厅定了位置，大家可以先移步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。江老爷子的车就在门口，你想把我们赶到什么地方去啊？我没有赶人，一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就上去，一定能堵到江老爷子。走，走。您不能上去！江老爷子，我们玩点刺激的怎么样？江老爷子，我们玩点刺激的怎么样？年纪大了，玩不了那些花花样式了。不过这次我做足了准备，绝对不会像上次半途晕过去了。要不我们现在不能进！我不好了，江老爷子他……你好好说，到底怎么了？江老爷子吃了壮阳药，突然倒地不起了。什么？壮阳药吃多晕倒了，这可是大新闻啊！爸！医生！江氏集团董事长纵欲过度，嗑壮阳药都晕厥了，这新闻肯定爆啊！是啊，人啊还是不能太好色了。这也是你的计划呀？我不过就是想让记者拍下江木川衣衫不整的样子，让他晚节不保。谁知道他自己作死，吃了强力壮阳药，这可不关我的事儿。也没那么多人在拍，我进去拦一下。急救电话已经打了，他害死我母亲，容易笑柄也是好的。里面那么多人，你不怕被看见说闲话吧？你不就喜欢找刺激吗？等你接任江氏集团董事长后，等公司稳定了，我们就该对付刘家。放心，忘不了我的计划。这么好的机子，我可不能浪费了。据悉，江氏集团董事长江百川今日上午因食用强效壮阳药被送医急救，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，正在昏迷中。柳小姐，我们已经洗完澡了，您什么时候到按摩店里？马上。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？爸的家教那么严，绝不能让他知道我去按摩店的真正目的。按摩店要采购新设备，孟琪来让我过去一趟。这个女人不简单，你要小心点。知道了，一个只会勾引男人的贱人而已，有什么可小心的？无人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属下并没有查到孟小姐任何信息，只查到她是个孤儿。知道了，送到财务部。好的。孟小姐，你是找江二少爷吗？在办公室里。不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孟小姐，不，我是来找你的。阿强，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？孟小姐，我只听江二少爷的命令。不要着急拒绝嘛。
只要你愿意帮我一个忙，我就让你体会。让我们恭喜江少继任江氏集团董事长。二少爷，你们望多年终于当上董事长这个位置，真的要和孟庆来平分公司吗？我利用而已。等拿下柳家，他也只能当笼子里的金丝雀。笼子里的可不一定是金丝雀。江氏集团董事长江百川、副董事长江玉晨相继入院后，江成瑞担任执行董事一职，并对公司管理层进行大换血。动作这么快，看来要恭喜刘小姐了。说说看。夫妻之间嘛，一荣俱荣。江先生在江氏集团站稳脚跟，对您在柳家的局势有利。说的没错，接下来我要利用陈瑞的势力，早点把我爸公司的权力中心拿到手，免得他把家产都给那个私生子。我相信江先生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。说起我老公江玉成和江百川出事的时候，你们俩都在场。你和我老公之间，是不是得给我一个交代啊？你和我老公之间，是不是得给我一个交代啊？刘小姐，我是为您办事，不敢，也不会肖像江先生。算你识趣。你放心吧，你带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。等我拿下江氏集团，一定不会亏待你。吃糖吗？伯父过奖了，我当初只是介意你斩草除根，再用女儿喜欢的糖果当借口。你让我获得了很好的名声，可谓是名利双收。他对这一切知情。孟青兰，不好意思，刘小姐，我不知道。我听说柳伯父曾经为您收购了一个破产的糖果厂，真羡慕您有这么好的父亲呢。没想到你跟那些外人一样蠢。没想到你跟那些外人一样蠢，都被新闻给蒙骗了。我再聪明，哪有您聪明啊？柳小姐，我愿意洗耳恭听。几年前，我爸看中夏家糖果厂的收益，想低价收购不成，就在江家的帮助和建议下斩草除根，再以我的名义拿下厂子了。原来这些都是假的呀！那柳小姐，您背这么大的锅，就没有一点怨言吗？怕什么？我爸到现在还以为我不知道真相，还愚蠢的相信他的父爱。不过只有让他放松警惕，我才能更好的争取家产啊。那您不怕被报复吗？报复？当初夏家被灭门时，只找到了父母和大哥的尸体。啊，对了，他家还有一个小女儿，但是小孩而已，家人都不在了，活不了多久，不足为惧。是啊，不足为惧。你说这夏家呀，也太不识趣了。他们要是把这糖果厂以3万块钱卖给我爸，也不会死，自己非要找死，这能怪谁？夏家的别墅就在这儿，当初把它拆了建按摩店，还费了我不少钱呢。刘青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和他们一样残忍，让我没有了顾忌。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这些照片传遍网络，现在江氏集团上上下下都在议论你的风流事，让我的老脸往哪搁呀？爸，肯定是有人想陷害我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
这件事有损江氏集团的名誉，你进管理层的事以后再说吧。一定是孟青兰那个贱人在陷害我。柳家千金江氏集团执行董事夫人柳青妍的私密照片传遍网络，目前仍没有任何一方对此做出回应。你做的。江家的垃圾清理完了，该轮到柳家了。柳青妍比柳正辉更好对付，当然要从他下手。我把按摩店的照片传到网上，毁了柳青妍的名声，你不介意？如果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怎么有机会利用我？当然不介意，我们是合作关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阿强说看到柳青妍来了，我相信你能妥善处理一切。江承瑞想让你和柳青妍斗，他所受渔翁之利。有些事情不是光想就可以做到。孟青兰，你这个贱人！孟青兰，你这个贱人！你为什么要故意泄露我的照片，毁掉我的名声？柳小姐，没有做好保密工作确实是我的不对，但您的照片不是我泄露的。不是你还能有谁？是江先生。我给您办事，我把您的名声毁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但江先生他不一样，他在江氏集团地位稳定后，就看不上你。我是柳家千金，他凭什么看不上我？江先生当年是被江老爷子逼得入赘柳家的，他继承公司后，肯定是要摆脱曾经的耻辱。但直接跟你离婚会被骂忘恩负义，所以才会被骂忘恩负义，所以他就制造丑闻，想用舆论逼我离婚。没错，江承瑞最近确实对我冷淡了很多，天天夜不归宿住在公司。我俩已经很久没有过过夫妻生活，但是我还是不信陈瑞会做这种事儿。柳小姐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今晚这么热情啊？不用管，柳青妍今天晚上去酒店了，我会有其他客人来。就算有别人客人来，岂不是更死？还是你坏话呀？江先生，你现在对柳小姐还有感觉吗？当年没办法，被老头子逼着入赘柳家，忍气吞声这么多年，我早就受够了。可是你和柳小姐还是新闻上的恩爱夫妻吗？那都是演的。柳青妍被曝出轨别的男人，我碰她一下我都觉得恶心。正好顺水推舟把婚离了，别提她了。我们继续。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孟青兰，你这个贱人！你害我挨巴掌，现在轮到你好好享受了。你发什么疯？打的就是你！当初要不是你入赘柳家，早就被江家赶出门了，更别提继承江氏集团。现在你找人偷拍我的丑闻，不就是想过河拆桥，逼我离婚吗？我没让人偷拍你，
你还狡辩！刚刚你跟孟青兰说的，我都听见了。我告诉你，江晨瑞，你要是敢跟我离婚，我就曝光你弑父杀兄！不好！打我！老子清醒了啊！我们是夫妻，不能内讧。真正安排人偷拍你的幕后真凶是你爸刘振辉。祸水灯影，我爸找人偷拍我，他想看着我们两个夫妻斗得两败俱伤，然后从我手里夺走江家。不行，要是你的公司也被抢走了，最后只会落到那个私生子手里。我爸把他保护得很好，至今为止我都没见过他。所以，我们应该一致对外。先回去试探一下你爸。有道理。孟青兰，我警告你，离我老公远一点。虽然我们现在感情淡了，但他是我的东西，任何人都不许抢。刘小姐，你放心，刚才只是演戏，为了帮你打探消息，我早有准备。这还差不多，你满意就好。刚亲完我就跑，还故意把柳青言引过来陷害我。孟小姐，你还真是没心没肺啊！你害我被打了，只好加倍奉还了。江晨瑞来了。可惜不能去柳家，亲眼目睹这狗要狗人打死。盯紧柳青言和江晨瑞，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好的，孟小姐。你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，还有脸来质问我？问而已，你急什么？看来就像陈瑞说的那样，就是你找人偷拍照片，想挑拨我们夫妻俩的关系，然后独享两家公司，做出渔翁之利。我怎么会有你这样脑子不清醒的女儿？我怎么了？就允许你给我找那么多后妈，不允许我找两个男人玩玩啊？再说了，陈瑞都没当回事儿，还被你当成把柄了，想毁了我的名声。我怎么可能那么做呢？总不能是我，婆婆。我和青言这么多年夫妻情谊，很在乎他的名声。没错，陈瑞是不会害我的，就是你找人偷拍，然后想曝光我的照片。你竟然相信一个外人，也不相信我，我可是你爸。那又如何？你这些年为了私生子伤害我的次数还少吗？不管你怎么挑拨，我和陈瑞都不会离婚。也不会放弃争夺家产的。几句话就行了，等拿到柳家后再抛弃这把好刀也不迟。我们走。老爷，你消消气，大小姐说的肯定都是气话，她一定会和您站在一边的。不行，继承权的事我必须早做决定，否则他现在被张成瑞哄得团团转，这家业迟早会被他送出去。老爷，我扶您去吃药吧。关于我妻子的绯闻照片都是假的，她没有出轨，请各方停止传播。江晨瑞，你还真是能伸能屈。明明是你自己找人偷拍你老婆和别的男人，又把照片传播出去。没想到现在为了利用这把好刀得到柳家，竟然面不改色的说他没有出轨。那我送你份礼物。柳小姐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江晨瑞不介意我出来找别的男人，那我还磨蹭什么？人呢？他们在按摩店等你。把人叫出来吧。我爸和江晨瑞都知道了，没必要藏着掖着。
那万一其他顾客来？按摩店的名单我看过，私下里都不干净，敢惹我，30分钟之内，他们出轨的证据会传遍整个网。行了，别磨蹭了，把人叫出来。好的，刘小姐。这些练得不错嘛。刘姐喜欢就好。手上拿着什么？最近无聊，所以订了报纸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看报纸？有没有我的新闻？有。支支吾吾的，肯定有问题。我爸要取消我的继承权。我爸要取消我的继承权，要把家产都给一个私生子。我跟他拼了！刘小姐，你冷静。家产都要给外面的野种人，叫我怎么冷静？那你现在去柳伯父那儿，就斗得过他吗？难道我要眼睁睁的看着家产拱手让人吗？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一个孤儿，哪懂什么争家产？不过你现在斗不过柳伯父，不代表以后斗不过。没有机会，就创造机会。没有机会，就创造机会，但一定要合理、合法。用不着你提醒我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刘金言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哼，你还舍得回来啊？爸，上次是我说错话了，您别生气。我这次回来呢，是因为看到了你要取消我继承权的新闻。话已经说出去了，不可能收回来的。我明天就去公证。文件我给您送来了。什么？我想通了，你自己打拼的家产，你想给谁就给谁，所以我自愿放弃继承权。你把文件签了吧。你真想通了？你果然没安好心，想骗我签股权转让协议，你死了那点心吧！我不会转给你的。别着急啊，我亲爱的父亲，你感觉现在的空气怎么样？不光我带了，这个沙发下面都堆满了百合花。搞定。既然你过敏，那就留在家里面，好好享受享受吧。救我！救我！进。刘小姐，你又要摸他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的日子我过够了。我爸可以找那么多女人，我只会找更多男人。现在公司是我的，以后让他们直接来办公室找我就行。我可以安排，只不过柳伯父不用在意。他过敏倒地后，我就没回去看过他，就算救过来，也醒不了。那万一柳伯父有生命危险怎么办？死了更好，没有第三人在场，他没了，就真的死无对证了。柳小姐说的对，这样就没有证人了。但是有你的录音证据。那您先忙，就不打扰了。孟小姐，刘振辉已经脱离危险，医生说再过几天就能醒过来了。看住他，
有情况随时跟我汇报，一定要盯紧他的行踪，也不要被发现了。我会尽力的，但医院人来人往，我也没把握保证不泄露行踪。我有办法。我接管公司挺忙的，你倒是挺闲啊！不仅柳青言拿下柳氏集团，你还给我送顶绿帽子。看来是不喜欢这个款式，那我下次给你换一个。来，门外有人。你先等等，我去看看。来！柳正辉在江氏集团的医院，帮我隐瞒他的行踪。果然是有求于我，否则怎么不事先殷切？不过现在一个吻的酬劳可不够。公司不方便，我们去请假。人没到酒店跑了怎么办？就在这里。不好意思，刘小姐，我没有拦住江先生。没事儿，照片上又不是没看过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那你也不该什么人都往公司带。这里是柳家，我想带谁就带谁。股权转让协议我已经拿到手了，开完股东大会我就正式接管公司。我现在最头疼查的，你最好识趣点。你给我等着！我去把江先生带回来。不用惯着，夫妻和睦有利于公司发展，他不会跟我闹僵。您说的对，真扫兴。我帮你隐瞒柳正辉行踪，你去破坏股东大会。我爸如今下落不明，但公司不能没有人管。在他失踪前，已经将90%的股份转让给了我。你们桌前都有一份股份转让权益，签了吧。从今往后就由我执掌柳氏集团，谁支持，谁反对？我反对！我反对！好戏开始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要不来，谁揭发你这个谋杀亲爹的不孝女儿啊？我马上就要拿到公司了，不能报警，我才不要被关起来。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让你闭嘴啊！这下就没有人敢报警了吧？你们谁报的警？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可不是我。警察马上就来了，怎么办？你最聪明了，帮我想想办法，不能被关起来。柳小姐，您别担心，只要柳伯父不死，公司还是正常运营的，交个保释金就可以把你救出去。可是我马上要被警察带走了，短时间内没办法管理公司。您找个信任的人，比如您的丈夫江先生。我不信他。我现在最信的就是你了。现在最信的就是你了。我把公司交给你，你放心，等我出来了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柳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好好管理公司。
谁是柳青言？是我。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涉嫌谋害自己的亲生父亲，人伤成这样，怎么还不送医院？这就送。都是误会，我爸的头是自己碰的。误不误会不是你说了算，要查过才知道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等等，警察同志，我手上有柳青言承认谋害亲生父亲的录音，你们一定有用。感谢你的帮助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您案件的处理结果。再见。还有，我要举报柳正辉为了利益杀人灭口。柳青言知情不报，实行包庇。案件结果我们会及时通知你，凶手只保持畅通。再见。江董事长，戏看过了没？江董事长，戏看过了没？大家都看见了吧？我和江董事长关系不一般，我手上还有柳青言签的代管协议。在柳家父女判决之前，由我来管公司，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江城首富柳正辉涉嫌强迫交易罪、故意杀人罪等多项罪行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。柳青言涉嫌包庇罪、故意伤人罪等多项罪行，判处无期徒刑。没想到判得这么快。当然要快。房子我已经选好了，是湖心岛上的一个独栋别墅，你可以按你喜欢的风格装修。你想干什么？医院那边来消息，我爸跟我大哥都醒了，他们的官司已经进入诉讼环节，仇人没了，我们该结婚了。你喜欢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和你结婚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和你结婚？我知道你注重仪式感，我们是复仇路上最好的盟友，我也爱你。起来，嫁给我吧。我不会和你结婚。你别不知好歹！你和我结婚不是因为爱我，而是为了把我困在岛上，这样你就可以拿下柳氏集团。既然你明白了，那我就不装了。你善于玩弄人心，万一哪天被我的竞争对手给挖走，或者觊觎江氏集团，我都没把握赢过你。正好让你做我的江夫人，我才安心。如果我不愿意，这是你逼我的。马上发布公告，就说江董事长夫人有孕在身，暂不露面。听话，乖乖做我的江夫人，否则我可不敢保证能对你做些什么。动手。这么多年我待你不薄，你竟然背叛我！你刚刚说过了，我善于蛊惑人心。闭嘴！不得无礼，江董事长，感谢您的知遇之恩，但以后我替孟小姐做事。你就为了一个女人？不仅如此，自从你成为江氏集团董事长后，公司上下都在说他不能做你的秘书，你管不着。就为了这点小事儿，
就背叛我？没错，就是为了这些小事。孟小姐说我比你强，她就是满口谎话，她就是为了骗你。我不在乎真假，比起你的贬低压榨，我更想得到肯定。我已经向警方提供你弑父杀兄的证据。就等5分钟，警察应该就会把你带走。一个模型而已，我可不会做出格的事。一个女人，你竟敢耍我！你该去牢里找你的前妻团聚。带走。走。一切都结束了。最新消息，孟青兰女士已经完成对江流2家公司的合并工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曾经小有名气的夏家糖果厂被收购后再次独立经营。夏家糖果厂，孟青兰，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。知道什么事儿？求你救救我，把我保释出去。你做梦！杀人！我知道你的真名了。当年的夏家灭门案，我很心痛，我也很同情你的遭遇。我跟我父亲大概他们都不一样，我没有害夏家，而且我还帮你报了血海深仇。我能看在往日的情面上，宝宝，我保证出狱之后不给你争2家公司的控制权，我愿意做你背后的男人。你不是没家人了吗？我也当你的家人。你笑什么？谎话说多了，是不是自己都当真了？你当真没有参加过当年夏家的灭门案吗？你当真没有参加过当年夏家的灭门案吗？当年是我大哥提议将夏家斩草除根，我父亲协助柳正辉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夏家灭门前夜，你偶然得知消息，但手上没有柳家跟江家2家的罪证，所以你选择包庇。我可有说错的地方？你怎么知道？也是阿强告诉你的。那又如何？我今天过来不是过来探视你的，是过来交你包庇的罪证。你现在罪加1等，可以去地层向我的家人赎罪。听我解释，夏人，夏人！今日上午，第100家夏氏孤儿院正式建立，开始对外接受无家可归的孩子。进。送你的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那你先忙吧。生日快乐，18岁的夏安人。